17岁的男孩躺在10层楼高的山崖下，可他非但没有骨折，内脏还全都不见了。这就是诡异离奇的少年空壳遗体谜案。Mike Mansholt 17岁，德国奥登堡人。他从5岁到7岁就跟着父母航海环游世界，还拍下纪录片扬名德国，因此他见多识广，热爱旅行和摄影。朋友们都说他非常善良，很 nice， 话不多，爱开玩笑，做事认真负责。父亲评价他说 Mike 太乖了，他不是主动要去冒险的人。2016年7月8日 Mike 一个人来到马耳他度假2周，看望在马耳他留学的女朋友，但女友先回德国了， Mike 自己在岛上再待上几天。7月18号，他租了一辆山地自行车，给父母发去短信，说他出发去探索著名的拉巴特地下墓穴，有些地方只能人扛着车走，但他喜欢这个挑战。谁也没想到，这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酒店的监控拍到他上午9点55分离开房间，背着黑色背包，拿着手机。当晚 Mike 没有回旅馆，手机也陷入了永远的关机状态。7月22号 Mike 的妈妈在不来梅机场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半夜立刻报了警。Mike 的父亲当时跟新婚妻子在度假，赶紧转飞马耳他，联合当地警方展开了搜救行动。看来 Mike 跑出来散心跟家庭破碎是有关系的。Mike 的父亲和哥哥来到马耳他参加搜救，经过1周的漫长搜寻后，在 Mike 失踪的第8天7月26日上午10点，在马耳他著名的风景区丁格利悬崖下面发现了光脚的男性遗体。他躺在山崖下一块岩石的凹陷处，被灌木遮挡，肉眼根本看不到，是被搜救犬找到的。遗体离山崖顶有250米，约10层楼那么高。由于连日高温，遗体全身肿胀，出现巨人观，而且开始腐烂。Mike 的父亲无法确认，但 Mike 的墨镜和耐克运动鞋掉在稍低一点的地方。他租用的山地自行车也找到了，挂在稍近悬崖一点的灌木丛里，离遗体有几米远。可 Mike 的其他随身物品，黑色三星 Galaxy Note 手机、钱包和里面的信用卡、几百欧元现金，还有他的帽子和手机充电器、双肩背包， Mike 用来给旅途录像的运动相机 GoPro 却怎么也找不到。山崖下的遗体运回到马耳他市医院，经过 DNA 检测后确认就是 Mike 的遗体。当地法医进行了初步检查，给出了一刀切的简单结论，死因是意外坠崖，没有第三方介入的痕迹。尸体被发现时 Mike 应该死亡了7到8天。随后遗体被打包运回德国，全家人都被巨大的悲痛击倒。如果故事到这儿结束，只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旅游意外，但真正的谜团才刚刚开始。当德国汉诺威医科大学的法医们对 Mike 的遗体例行2次尸检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具17岁少年的遗体重量竟然只剩下惊人的16公斤。他生前喜欢健身，身体可是很壮的，可现在整个身体凹陷了进去。德国法医的报告像是一枚炸弹。Mike 体内包括大脑、心脏、肺部、肝脏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主要器官全部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有左肾、横膈膜、脾脏和结肠一些碎片。更诡异的是，马耳他警方认定 Mike 就是从高处坠落伤重而亡，但德国的 X 光和骨骼检查却表明 Mike 全身骨骼完好无损，根本没有高空坠落导致的骨折，甚至没有淤青。而且当时他骑的山地自行车还能推动，没受到很大的损坏，损坏的地方也不像从高处坠落造成的，只是后轮胎瘪了，车架上有一些划痕而已。这新闻一出，引起轰动，西方媒体争先报道。
面对德国方面的震惊和质问，马耳他官方随后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他们强调高温。在马耳他进行第一轮尸检时，由于当地7月酷暑高达40度的高温，导致 Mike 遗体的部分软组织迅速液化流失了。还坚持说 Mike 的遗体被送到当地医院停尸房时，内脏就已经不见了。Mike 的大脑肯定因为天气太炎热被高温融化了。这个说法简直不可思议，懂点科学的人都知道，人类大脑绝不可能被阳光晒化溶解，就算曝尸荒野8天，也还能找到大脑的残骸才对。马耳他方面还提出，悬崖下的野生动物和啮齿类动物可能在遗体被发现前对其进行了啃食，可是德国方面的尸检并没发现动物啃食的痕迹。Mike 除了颈部有一处咬伤和前臂有一处擦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尸体曾被动物袭击、咬伤或破坏。确实，尸检有时为进一步研究，医生会取出重要器官，但这些器官最后都会被重新放回尸体里，不会整体失踪。更反常的是，马耳他在运送遗体前完全被按照国际航空运输标准，没有对遗体进行灌注性的防腐，导致 Mike 的遗体在运抵德国时已经处于极度腐败的状态。这极大程度阻碍了德国法医进一步寻找真正的死因。马耳他方面从警察到法医都前后说法矛盾，用谎言来推诿。很显然，马耳他官方为保证旅游业的繁荣，选择无视 Mike 案件的一切疑点，一口咬定这位游客是自己不小心造成了意外死亡。这种态度本身就有掩盖真相的嫌疑，难以服众。发现遗体的现场就有3个疑点： GoPro 相机不见了，可是空空的相机包就在 Mike 的墨镜和运动鞋旁边。在现场的一位女警还说，她亲眼看到遗体的腰间用皮带固定着 GoPro 相机的黑色外壳。可诡异的是，后来不见了。该女警也改口称自己看错了。这个运动相机很关键，因为它记录下了Mike的行程。据说当死者的爸爸坚持找这台关键的相机时，马耳他的法医部门把一台老式的佳能数码相机塞到他手里，让他赶紧走。很明显，那不是他儿子携带的运动相机 GoPro。 还有尸体旁边发现了一些摊开来晒的新鲜干草，还没有晒干。Mike 的父亲和警方都友好询问了这片地的业主，但该业主否认知道任何相关的情况，而且举止很可疑。Mike 的父亲坚决不接受这种漏洞百出的解释。随后的几年里，德国司法部门启动了欧洲调查令，对马耳他施压，试图查明是否有人在掩盖罪行，甚至牵涉到器官的黑市交易。可是关键证据的缺失让调查陷入了死胡同。Mike 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尤其是那台记录了他最后旅程的 GoPro 运动相机，在现场诡异的消失，至今没找到。2018年，德国和马耳他的联合调查作出裁决，由于证据链断裂以及遗体防腐失败， Mike 的确切死因和器官消失的真正细节在法律上无法被100%证实。现有的线索依然无法证明 Mike 死于谋杀或他人伤害。大部分马耳他的人都没有配合 Mike 的父亲寻求真相，除了一个当地的女律师，她曾经在电视台当过记者。他就很明确地跟 Mike 的父亲说，这个案子真的是被忽视和搁置了。他决定帮助他，但是也没有更多的发现。 Mike 的父亲不停地在两国奔走，变卖了在德国的金饰店，可散尽家财也换不来儿子的死因真相。最后，这位悲伤的父亲万念俱灰，带着2任妻子跟 Mike 的亲哥哥和妹妹搬到了一艘帆船上，开始在地中海流浪，继续向马耳他当局讨要说法。祝愿他成功吧。家人把 Mike 的骨灰撒入大海，相信不管他们传到何处， Mike 都在他们身边。 Mike 从小就跟着父母航海，这也是他的梦想。
其实马耳他有不少类似这样的无头公案，而且都是由这个女法官负责的。她负责的这些涉及游客的案件都是不了了之，好像都是在掩盖某一种黑暗吧。2025年25岁的丹麦男孩阿斯格奈德哈特在马耳他被车撞死，后来一直要不到说法，父母根本搞不清楚儿子是怎么死的。肇事的司机逃逸了，找不到，父母多次通过外交部申诉，马耳他拒绝回应。所以说咱们出去玩还是要非常的小心，有一些地方是很美，但是人生地不熟，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鞭长莫及，要不到说法的。就像 Mike 的这个案子就特别冤，本人就住在德国，这个案子在德国质疑声是很大的。我猜如果麦一直在山顶骑行，也许不会出意外，但也许他看到盘山的小路，忍不住往山下骑，没想到路越来越难走，石头都很锋利，扎破了车胎，他只好扛着车下山。就像他给家人发的短信说的那样，他接受这个人扛着车走的挑战，可天气太热了，就在他擦汗的时候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下了山，而后又遇人不淑，可能在山脚下，也可能在停尸房，他的背包和内脏被偷走了。刚开始的时候，死者的家人是很感激马耳他警方帮忙找 Mike 的，可随着疑点增加和警方的隐瞒改口，才开始怀疑马耳他警方的诚意。有一名马耳他警察告诉死者的爸爸，当地人绝不会偷死者的东西，所以肯定是游客偷走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那个背包和相机等等。此外，追查死者的手机使用记录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如果拿走这些东西的人能站出来就好了，哪怕把相机里记录的内容匿名发给死者的家人呢。Mike 的女朋友也曾经发帖说不在乎相机，只要里头的内容，但很遗憾，没有后续，没有如果，只剩下猜测了。关于这个诡异案件，你是怎么看的？这究竟是一场悲剧意外，还是在美丽的背后隐藏着阳光照不到的黑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谢谢。